电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猎奇奇幻爱情片，电影名字叫做《大器晚成》。男主角土豆是一名心理辅导师，主要是治疗一些性瘾严重的女患者。由于土豆长得英俊帅气，导致那些性瘾女患者经常诱惑他。不过他对这些女人似乎都不感冒。或许你认为土豆是因为有喜欢的人，所以内心定力才会那么强大。对，他确实是有，他喜欢隔壁的邻居女孩，也就是女主酸菜。但可悲的是，酸菜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有一天，酸菜与男友发生争吵，男友摔门而出，这一幕恰好被刚下班的土豆看到。土豆敲了敲酸菜的门，想以朋友的方式安慰她，可两人聊着聊着，酸菜竟然主动了起来。就在酸菜沉迷其中时，土豆及时止住了后续的发展。他推开酸菜，匆匆忙忙地跑回了自己屋内。不过，土豆的这个举动并未让酸菜生气，反而还觉得他是一个正人君子。这样看来，土豆貌似真的和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。但土豆的父母却对此很是烦恼，因为土豆今年已经30岁了，这30年来他一次恋爱都没谈，至今都还保持着珍贵的童子之身。有一次，土豆和同事一起打篮球，同事不小心打到了土豆的二弟，土豆当即就被送入医院进行检查。可当医生要动手脱裤子的时候，却被土豆极力阻止。看起来他好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不过为了治病救人，医生也不管那么多，直接掀开了土豆的被子。结果却发现土豆的二弟居然还处于孩童时期，这下真相大白了，原来土豆还没开始发育呢。后来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，得知了土豆二弟之所以发育不良，是因为土豆的大脑里面有一颗肿瘤，那颗肿瘤抑制了土豆体内雄性激素的分泌。不过医生告诉土豆，如若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只要配合医生进行手术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，土豆的身体恢复了健康。他回到家中，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唤醒沉睡多年的二弟。为此，他的朋友专门给他找了一位超级性感的女孩。可惜啊，女孩在他面前搔首弄姿了半天，仍然无济于事。直到这一天，土豆起床下楼吃饭，刚走到楼下，他的父母以及女佣就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土豆顺着他们的目光低下头，结果自己也被吓了一跳。自从二弟觉醒后，土豆开始沉醉其中，利用各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对二弟多年以来的亏欠。由于雄性激素的分泌，土豆迎来了青春期。他先是脸上爆痘，后是变得叛逆，经常与父母争吵。可也正是由于步入了青春期，现在的土豆已经抵挡不住身边的诱惑了。有一次，他在进行辅助治疗时，因为没有把控好自己，差点就与患者滚了床单，而这一幕正巧被他的领导看到了。就这样，土豆的工作跌下了谷底。土豆情绪低落的回到家中，却偶遇了酸菜的前男友。原来前男友是来找酸菜复合的，可酸菜现在不在家，于是他便将手中的花递给了土豆，想让土豆代为转交。等到酸菜回家后，土豆将酸菜前男友的花递给了他，结果却被酸菜误会成是土豆送的。不过土豆也没有对此做解释，而是利用这个机会邀请酸菜共进晚餐。他们来到了一家生意火爆的餐厅，正在两人开开心心等餐时，突然冒出了一对夫妻，他们表示这是自己所预约的座位。通过夫妻俩的阐述，酸菜才得知，原来他们是土豆的朋友，今天是他们两个的结婚纪念日。这个餐厅位置是他们提前好几个月预约的，结果却被土豆给利用了。由于土豆正处于青春期，他的处理方式稍微有些激烈，于是几人在餐厅上发生了争吵。酸菜在旁边看着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为什么先前绅士又正直的土豆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一气之下，酸菜转身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土豆将这些苦恼告诉了自己的父亲，父亲耐心地开导了他。经过开导，土豆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他先是去跟夫妻朋友道了歉，然后又找到了酸菜进行表白，结果却被酸菜当场拒绝。被拒绝的土豆依旧不气馁，他在餐厅里大声坦白了自己的离奇经历。在得知这一切的真相后，酸菜似乎也明白了土豆的苦衷与真心，于是这一次酸菜答应了他的表白。就这样，两人相拥在一起，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观看哦。